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查理斯。全球的金融市場現在都在盯着一個倒計時。美國總統川普再次延長最後期限，把對伊朗的全面轟炸設在了美東時間4月7日晚上8點。伊朗會不會如他所願，在 deadline 之前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原油會不會直接衝向$130？美股市場會不會瞬間變臉？現在的美股非常詭異，一邊是地緣風險全面升級，另一邊標普版納斯達克100指數卻在嘗試 V 型反彈。這到底是新一輪牛市的起點，還是暴跌前的最後誘多？與此同時，特斯拉已經悄悄跌破$340的關鍵支撐。伊隆馬斯克的8萬億市值故事還能講得下去嗎？蘋果單日大跌4%，AAPL、台積電這些優質的科技巨頭，現在是機會還是陷阱？聯合健康單日暴漲10%，背後有什麼利好在推動？別着急，咱們慢慢聊。川普最早是在4月5日清晨發推，要求伊朗當局在4月7日之前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不然就讓美軍對伊朗的電力基礎設施、橋樑等民用建築進行大規模的轟炸。當然了，在此之前的3月份，川普設置的截止日期是4月6日，這次實際上又推遲了一天。今天早上，他又在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上發帖，警告伊朗最後期限將至，對他的大規模空襲轟炸可能非常接近了。川普的原話是：一個完整的文明將在今晚死亡，永不復生，非常具有威脅性。但是儘管措辭非常強硬，這個帖子也提到了一些積極的可能性。川普宣稱，現在伊朗正在發生徹底的政權更迭，如果更聰明、更少激進化的人掌握權力，或許發生革命性的奇妙事情。在周一白宮舉辦的復活節彩蛋活動當中，川普對記者表示，我們只需要幾個小時的時間就能讓伊朗重回石器時代。此外，他還宣布，美軍於4月5日成功從伊朗境內救回了第2名失蹤的 F-15E 戰鬥機飛行員。他稱這次救援行動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營救任務之一。特朗普又贏了一次。然而，雖然川普可以贏很多次，但是霍爾木茲海峽一天不開，他的勝利宣言在美國選民面前就顯得很蒼白無力。到了今天，美國國內的油價早已從開戰前的不到$3突破到$4每加侖以上。要知道，共和黨的基本盤對高油價是非常敏感的，這也直接威脅到川普的支持率。此外，他一直標榜自己是反戰總統，承諾帶美國士兵回家。然而，波斯灣海峽的封鎖迫使特朗普不得不增派地面部隊，以求用強力開啟航道。而一旦爆發曠日持久的地面戰，或者出現美軍的重大傷亡，將直接粉碎他終結海外戰爭的政治人設。毫無疑問，川普現在的壓力非常大。一旦中期選舉過後，參眾兩院被民主黨翻盤，他作為總統第2次被彈劾的風險也是真實存在的。4月6日，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了為期45天的臨時停火協議，希望伊朗暫時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通行。然而，伊朗官方媒體 IRNA 確認，德黑蘭已經正式拒絕了這份協議。伊朗的外交發言人表示，談判與最後通牒、戰爭罪行和威脅是完全不相容的。伊朗要求必須有永久結束戰爭的保證，並且解除所有經濟制裁，否則不會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此外，德黑蘭已經通過調停人巴基斯坦傳達了其包含10點要求的官方回復，強調不再信任特朗普政府。確實川普2017年上台之後不久，就單方面撕毀了奧巴馬時代簽署的美伊核協議，又在去年6月突然轟炸伊朗，又在今年2月底搞實施憤怒突襲。伊朗沒有任何理由相信臨時停火協議對於美國、以色列有實質上的約束力，而霍爾木茲海峽就是伊朗能夠有效制衡美國的終極武器，有點像去年中國打的稀土牌，起手就是王炸。以色列最近也沒閒着，周一精準打擊了阿薩盧耶的石化工業區，這個地區為伊朗提供了50%的石化產量和核心電力。面對特朗普的極限施壓，伊朗軍方表示已經準備好迎接美軍對其基礎設施的襲擊。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在社交媒體 X 上回應川普稱，已有超過1400萬伊朗人登記準備保衛國家。
他本人也做好了犧牲的準備。4月7日凌晨，美軍对伊朗哈尔科島發動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空袭。哈爾科島承擔了伊朗約90%的原油出口，但是這次襲擊，美國依然避開了石油生產和存儲設施，更像是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希望通過警告迫使伊朗答應美方的條件。然而適得其反，伊朗官媒德黑蘭時報報道，伊朗已經徹底關閉與美國的所有外交和間接溝通渠道，包括此前一直存在的後台秘密溝通機制，並且宣布所有消息交換均已暫停。德黑蘭明確拒絕了美國提出的關於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停火協議，堅稱海峽現狀永遠不會恢復到從前。那拋開這些消息面的資訊，我們來看看底層的數據。這是追蹤美國原油價格的 ETF， 大名鼎鼎的 USO。可以看到 USO 已經完全脫離地心引力，暴漲到了139.9美元，比史詩憤怒行動之前的價格80.9美元，足足高了73%。更為關鍵的是，它的上行趨勢相當強勁，完全沒有停止在140美元的樣子。USO 的20日、50日、100日和200日均線都呈現扭頭向上、多頭排列的強烈看漲訊號。也就是說，美國的油價一時半會很難降下來。有朋友可能会問，美國不是石油出口國嗎？為何中東石油運不出去，美國的油價漲得還更猛一些？這是因為由於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中東的原油相當於直接從市場上消失，花再高的錢也買不到。那麼，全球的石油買家就會和美國的消費者搶購美國的原油，導致西德州原油 WTI 價格暴漲。此外，美國頁岩油大多是輕質田園油，而許多美國本土的煉油廠在設計上是專門用來處理來自中東的重質酸原油的。因此，即使美國的產量很高，但它依然需要從國際市場進口重質油來混合生產汽油和柴油。那當中東供應中斷，這些煉油廠的成本激增，直接推高了下游產品價格和原油的溢價。而一旦伊朗在今晚最後期限之前沒有開放波斯灣，交易員將迅速進入全面戰爭的風險溢價，屆時 USO 的價格很可能一舉突破160美元。那麼，高油價對於美股大盤、標普500和納斯達克指數到底意味着什麼呢？摩根大通的 CEO 傑米·戴蒙最近將高油價形容為2026年市場的臭鼬 （skunk）。雖然能源板塊的公司，包括埃克森美孚、雪佛龍等能源股會因此而大漲，但是航空、物流、汽車和非必需消費板塊則會因為油價的暴漲而遭受巨大的打擊。更關鍵的是，油價的走高將直接推升美國的整體通脹率，這就迫使美聯儲很難在2026年降息，只能維持當前的高利率。而利率是資產價格的萬有引力，高利率環境會降低標普500和納斯達克指數中科技股，特別是 AI 概念股的估值。高盛警告說，歷史上當平均油價持續處於高位時，標普500指數曾經出現過平均41%的從頂點到谷底的跌幅。那如果霍爾木茲海峽持續被封鎖，高盛預計標普500指數可能會在今年下挫至5400點，較年初的高點下跌約22%，正式進入熊市。這是今天標普500指數的盤面，大家可以看到，市場在經歷了3月底、4月初的第一波強力反彈之後，依然沒有站穩200日均線6650點的位置。而隨着川普對伊朗的轟炸截止日臨近，標普納指今天又開始扭頭向下跌，標普500回落到了6568點，這和 CII 投資系統上周給出的預測完全吻合。目前談美股的 V 型反轉還為時尚早，我們散戶投資者現在絕對不應該追高，而應該逢反彈就適量減倉，降低下行的風險。當然，查理個人認為，從川普政府和美聯儲的角度來看，他們肯定還會積極的干預市場，在必要的時候放水，向美股持續注入流動性。因此，你說標普跌到5400點，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應該作為 base case 的基準預期。最大概率發生的情況是標普在5600點到6200點之間震盪築底，然後隨着中期選舉的到來，在今年的第3或者第4季度開始真正的反轉。那到了今年年底，標普500可能收在6800點附近，和年初的點位幾乎重疊，總收益在個位數或者接近於0。
好，聊完了美股大盤，我們來看看七巨頭成員特斯拉。4月6日，特斯拉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電動車交付量為35.8萬輛，低於彭博社預期的37.2萬輛。儘管生產量達到了40.8萬輛，但是交付端的疲軟引發了對全球需求放緩的擔憂。這也很好理解啊，現在全球經濟都被中東戰爭拖入高油價的深淵，不管你是美國人還是歐洲或者亞洲的消費者，都在節省開支，能不換車就盡量先不換了。馬斯克此前確認，特斯拉資深車型 Model S 和 Model X 將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正式停產，而且目前沒有直接的新車型替代方案，這讓部分看重車型多樣性的投資者感到擔憂。你現在基本上就只剩下 Model 3和 Model Y 了，很難抵抗來自比亞迪的多款新車型的競爭。此外，摩根大通的分析師 Ryan Brinkman 對特斯拉持高度謹慎的態度。他近日把 TSLA 股票的評級降為減持，建議投資者賣掉特斯拉。JPM 的分析師把 TSLA 的1年後目標價格設在$145，比當前市場價$339，居然還有高達57%的大幅下降空間，非常的罕見。當然，從基本面角度來看，特斯拉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EPS 每股收益只有$0.3，比市场預期的$0.38還要低了21%。摩根大通認為，特斯拉當前的本益比 PE 依然高達315倍，估值主要依賴於夢想，也就是還沒能大規模變現的自動駕駛和 Optimus 人形機器人。但是在美股市場估值整體承壓、美元流動性緊張的2026年，TSLA 股票很難長期維持在300倍的高倍 PE， 總歸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被擠掉更多的水分。其實啊，查理早在今年1月初的節目中就有提醒過朋友們，別急着抄底特斯拉，因為它的溢價實在是太高了。當時我也是被特斯拉的支持者給噴得老慘了，因為特斯拉剛剛結束7連跌，股價從$430開始有一個短暫的反彈到$450，之後 TSLA 就又開始震盪下洗，直到現在跌破$340，整體跌幅超過20%。那麼在$340附近，咱們能否抄底 TSLA 呢？這是特斯拉股票的 K 線圖，朋友們可以看到，特斯拉在3月下旬正式跌破200日均線，也就是$394之後，還是呈現扭頭向下的下跌走勢。各位，關鍵的是，它的20日、50日均線是帶頭俯衝，斜率非常陡峭，說明基本上沒有機構在抄底，也就是沒有大資金在接盤。這就直接導致 TSLA 股票的100日均線也開始明顯下跌，而200日均線稍微滯後，但也開始從上升蛻變為走平，是非常不利的信號。特斯拉上一次出現這麼大的回調還是2025年2月份，當時 TSLA 從$353一口氣跌到了4月下旬的$228，整體跌幅高達35%。當然，肯定不至於跌破200，那是美股長期熊市才可能發生的情況。因此，查理的觀點是，在你看到 TSLA 震盪築底，至少20日均線，也就是圖中淺黃色這條線由下跌轉為平坦之前，我們都不需要太關注1-2天的短暫反彈，急於去抄底特斯拉股票，後面肯定會有大把更便宜的加倉機會的。當然，如果您是 TSLA 長期持有者，現在也不需要過分擔心，因為等到美元流動性充裕，美股大盤向上反轉的時候，特斯拉股票的漲幅肯定會是標普500指數的2到3倍。換句話說，牛市再臨之時，就是 TSLA 反轉號角吹響的時候，當然不是現在啊。那對於 TSLA 股票 ，CA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目前給出的是黃色持有信號，我們不需要着急抄底，而是應該再耐心等待幾周時間，必須看到特斯拉的20日、50日均線由下跌轉為走平企穩之後，再考慮要不要分批建倉抄底 TSLA。隨着美股大盤的持續震盪回調，系統認為我們很有機會在$290附近抄底買入特斯拉，屆時它的投資盈虧比要比現在好很多，大家完全不必 FOMO。而且特斯拉也有高度的季節性，每年的春夏季它的走勢相對較弱，而到了下半年秋冬季節，特別是11月、12月份的收官時候，特斯拉又能開始 V 型反彈式的爆發。到了那個時候，查理也會在第一時間和大家播報，咱們再一起上車，請朋友們保持關注。好，聊完了特斯拉，我們聚焦一向以穩著稱的蘋果公司。AAPL 股價今日大跌4%，再度跌破$250大關。日經亞洲今天的獨家報道，
蘋果首款折疊屏 iPhone 手機在工程驗證測試階段遇到了比預期更加複雜的挑戰。蘋果的原計劃是隨着 iPhone 18在2026年9月份正式發布，但是目前來看，首批折疊屏出貨時間可能會推遲幾個月，甚至延期到2027年。此外，3月份 App Store 的整體收入增速低於預期，所以蘋果高利潤率的服務業務核心 App Store 的增長放緩，引發了市場對於其第二季度業績指引的擔憂。這是蘋果股票的月線交易圖，可以看到它的均線是纏繞在一起的，現在明顯處於震盪找方向的狀態。實際上 AAPL 的200日均線位置就在$250附近，和市價差不多。如果蘋果的股票接下來繼續陰跌，那麼蘋果大方向就走熊了，和微軟在1月底的情況有點像。而蘋果上一次出現跌破200日均線的情況發生在去年的3月份，當時 AAPL 也是隨着大盤一起下跌，之後經過了長達5個月的震盪築底，直到去年8月份，隨着 iPhone 17的臨近面世，蘋果股票才再度上漲超過200日均線，開啟了4個月的持續上漲，直到去年12月初達到了頂點$288。結合蘋果新機型延後的不利消息，查理認為我們現在也不需要着急在左側買入蘋果，而是可以和去年一樣，等3到4個月的時間，讓 AAPL 完成摸底部的盤整。而到了今年7、8月份，屆時如果蘋果 iPhone 18和折疊屏有好消息傳出來，我們在右側買入 AAPL，賺錢的效率會高很多。和特斯拉情況差不多 ，CI 投資系統對蘋果股票也是給出持有信號，我們可以再耐心等待1到2個季度。如果 AAPL 回撤到$220，它的本益比也會從現在的31下調到28倍左右，屆時再慢慢建倉買入蘋果是更加合理的選擇。而如果接下來幾周 AAPL 繼續往東南方向陰跌，離200日均線越來越遠，就證明大資金正在有序的離場，我們散戶投資者也不需要太着急去接盤，往後有大把時間，更好的點位在等着我們。好，聊完了處在陣痛期的特斯拉和蘋果，我們來看看炙手可熱的台積電。公司已經正式進入了10天的靜默期，因為管理層宣布將於4月16日舉行第一季度的法人說明會，屆時將公布台積電最新的財報。市場目前普遍看好其第一季度的營收表現，預計將突破346億至358億美元的指引上限。更令人震撼的是，台積電全年的資本支出預算高達520億至560億美元。這不僅是一組數字，更是台積電對 AI 算力需求將持續增長10年的終極豪賭。今年年初，台積電已經正式啟動2納米工藝的大規模量產。根據最新的預測，到2026年的第3季度，2納米製程的營收貢獻有望超越現有的3納米和5納米製程的總和。目前，台積電的2納米產能已經被蘋果、英偉達等巨頭全額預定到了年底。此外，公司位於新竹寶山的 Fab 20工廠正在全速擴建，更前沿的 A16製程已定檔於2026年下半年投產。這將是全球首個引入背部供電技術的製程，徹底解決高性能計算的散熱與能效瓶頸。如果我們看台積電股票的月線交易圖，會發現和特斯拉完全不同的情況。可以看到 TSM 股票在3月份因為大盤的整體回撤，有過一波相同幅度的回調，從$390高點下跌了18.8%，在3月30日達到了階段性底部$316。過去一周 TSM 又強勢反彈，股價重新回到了$340附近。它的50日、100日和200日均線上行的趨勢依然沒有被打破，屬於震盪美股當中非常強勢的上漲型股票。而台積電距離它的牛熊分界線200日均線$291的位置，還有高達17%的緩衝空間，我們暫時不需要過分擔心台積電的走熊。當然，現在$340的位置有點貴，也不適合建倉買入。那麼，台積電的買點到底在哪裡呢？查理認為，雖然台積電作為芯片製造領域的霸主地位無可撼動，但它的主要風險在於，以谷歌、微軟、亞馬遜為首的雲服務商可能已經開始降低對於 AI 基礎設施的擴張速度。當然 ，TSM 絕對是位於 AI 產業鏈的最頂端，它的地位甚至比英偉達更加穩固。那如果台積電股價回撤到$320以下，確實是逢低買入的不錯機會，但是在$340以上，個人認為不需要太過着急買入，因為它的股價現在也不算便宜了。好，聊完了科技巨頭們，
我們聚焦醫療保險板塊。4月7日，聯合健康 UNH 帶領一眾保險類股票，包括 ELV、HUM、CVS、Oscar、CI 等等，都有強力反彈的表現。背後的推動力在於美國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 發布了2027年 Medicare Advantage 最終費率公告。在1月27日 UNH 單日暴跌20%的時候， CMS 當時提議僅將聯邦補貼增加0.09%，基本上就是沒有增加。那經過了數周的遊說，聯合健康等醫保公司成功逆轉，最終拿到了2.48%的年度補貼增長。雖然肯定比不上美國整體通脹率大概是3.5%，但還是比零增長強太多了。要知道，川普政府4月3日正式提交的2027財年財政預算當中，除了國防開支暴漲50%以外，面向美國國內的公共福利、民生部門的預算削減高達10%。換句話說，白宮把花在普通民眾身上的錢全部用來補貼軍工複合體洛克希德馬丁、Palantir、SpaceX 等大型國防承包商，錢大部分都流向了巨富的口袋。截至2025年年底，聯合健康擁有超過840萬 Medicare Advantage 客戶。CMS 費率的顯著上調會直接轉化為2027年數百億美元的潛在額外收入，也是 UNH 股價反彈的關鍵。華爾街分析師 Raymond James 在4月6日當天將 UNH 的評級上調至跑贏大盤，並且將目標價設為330美元。他的報告指出，公司在成本管理方面的潛力可能超出了市場預期。儘管2025年和2026年年初因為醫療成本賠付比率飆升，導致聯合健康股價表現低迷，但市場目前正密切關注 UNH 能否將其賠付比例從之前的接近90%拉回到82%到85%的歷史常態。我們需要密切關注4月21日聯合健康發布的 Q2 財報，屆時如果它的利潤率有企穩，UNH 股價重新站上350美元也是很有機會的。那對於聯合健康的股票，我們也是持觀望態度，因為4月份的財報相當關鍵。如果 UNH 賠付率跌回到85%以下，那麼股票再漲10%的可能性也很高。而反過來，如果利潤率沒有得到改善，那股價重新下探290美元也是很正常。查理的觀點是 ，UNH 管理層可能已經開始通過削減運營成本、變相的裁員來提升企業的盈利空間，所以 Q2 財報超預期是更可能發生的情況。目前，個人對聯合健康這個醫保龍頭的復甦還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當然，如果2028年民主黨上台，屆時聯合健康又會重回拜登時期的輝煌，股價回到600美元以上也不是夢。好，聊完今天的主題，我們來看看截止到4月7日 CI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的最新倉位配置。我的 AI 系統會根據每天更新的金融數據，包括標普500指數的走勢、美債殖利率的變化、全球央行的流動性、大宗資產價格的波動，來對美股、短債、黃金和比特幣的持倉比例做出必要的調整，或者維持不变。和上周一樣 ，CII 投資系統建議把股票部位的持倉比重維持在25%，把70%的資金放在超短期美債 USFR、SOV 或者 STIP 中避險，剩餘5%的資金可以買入黃金 ETF、IAOM、GLD 等做通脹的對沖。如果到了今年秋天，美國中期選舉之前，美股出現由熊轉牛的反轉，我們屆時再賣掉超短債，安全的右側抄底美股。在指數層面，標普500、納斯達克100、科技類指數都處於紅色賣出信號當中，我們不需要着急抄底。在個股層面，系統推薦了3隻績優股，分別是寶潔、AMAT 和 Salesforce， 他們的買點也以綠色數字標了出來，朋友們可以參考一下。接下來是 CI 投資組合的最新持倉情況。到了今天 ，USFR 依然是 CI 投資組合的第一大持倉。查理的投資策略還是以超短債避險為主。在美聯儲需要穩定物價、控制通脹的大背景之下，美元流動性風險依然存在。加上中東局勢尚不明朗，我們的投資組合還是以穩為主，暫時不重倉科技股。今天，查理根據系統提示賣出了少量 USFR， 買入了追蹤糧食價格的 ETF DBA。因為中東戰爭導致石油運不出去，化肥的生產遭遇瓶頸，我們可能看到今年糧食的價格持續走高。那為了對沖這個風險，我們小幅建倉買入了 DBA， 預計持有到今年夏天。交易結束之後 ，CI 投資組合的前5大持倉分別是超短債 USFR 佔比73.3%，微軟佔比10.5%，
粮食 ETF DBA 佔比 4.9%， 國防軍工 XAR 佔比 4.6% 和亞馬遜佔比 4.6%。和往常一樣，未來 CII 投資組合如果有新的持倉變化，我也會及時更新，請朋友們保持關注。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得到 CII 投資組合的訊息，可以加入查理的 YouTube 頻道或者 Patreon 會員，您會獲得實時更新的交易細節，不用等到下一個節目。此外 ，CII 投資會員還將收到查理斯慕今日宏觀經濟展望以及 YouTube 頻道內容獨家搶先看的權利。好，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查理的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強烈希望中東早日恢復和平，市場也別再像咪咪股那樣劇烈的震盪。只有穩定的生活，才能讓美股的長牛持續下去。不知道朋友們怎麼看現在的環境？請在評論區留下您的觀點，我們一起討論。如果我的節目對您的投資決策有幫助，請您多多幫忙點讚分享。查理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會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場中成長。祝您心情愉快，投資順利。我們周四的節目再見。